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这支影片，我给大家来分享如何自己在 AWS 上部署 WireGuard 的 VPN。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WireGuard 的优点，以及和 OpenVPN 相比，以及和其他的，比如说 IPsec、OpenVPN 等协议相比。它占用的资源小，和其他的类型相比的话，它的速度要更快一些，连接速度也非常快。然后，特别是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以 UDP 协议进行资料传输，然后比 TCP 协议更低调，然后它也不会被封锁。其实很多有的时候 IP 被强的时候，它都是通过 TCP 阻断对对其他的VPN 服务，但是 WireGuard 它是通过 UDP 方式来进行工作的，所以说它被强的概率比较低一些。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来介绍如何自己搭建 WireGuard， 然后我要出两个影片，今天的是方案一，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观看我的下一部影片。下一部影片是来介绍如何自己用另一种方式去搭建 WireGuard， 只需要你操作点击5个按钮就即可部署自己的 WireGuard。然后今天的我的影片主要是来介绍的方案一，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请接下来往下看吧。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来展示如何自己在 AWS 上部署 WireGuard 的 VPN。首先，我们需要进入我们的 AWS。如果大家没有 AWS， 需要自己注册一个账户。然后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来分享如何自己在台湾部署 VPN， 就是说我们选择台湾的 IP。然后首先我们需要进入 AWS Region， 我们选择区域。大家都知道台湾在这里面目前是没有区域的，2024年之前是没有的，但是据说2025年会在这里面添加台湾的区域，目前是没有台湾的。然后我们需要选择Tokyo， 我们需要选择东京，因为台湾的网是挂载到东京上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选择台北的话，我们需要进入 AWS Tokyo 区域，然后我们需要进入 EC2 实例，然后我们需要 Launch Instance。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操作系统，这里面可以选这个 Debian， 然后也可以选乌班图，然后也可以选 Red Hat。这里今天影片我给大家展示如何在乌班图上去操作。然后我们选择镜像，这镜像是默认好的 24.04， 这是 free tier。然后我们 Instance， 由于我们是需要先选择 VPC 的网络，然后我们这里面选择 Edis，然后我们这里面选择台北，我之前创建好的 VPC， 创建好之后，它有个说是否自动分辟 Public IP， 我要激活 Enable， 然后这里面创建一个新的 Security Group， 我就不选择已创建的，我给大家来重新创建一个，以后需要分配 the port， 相当于连接部就是端口。然后我们这里默认预设的即可，然后这里面 GP 税，由于你可以看到通知 GP 税这个磁盘，它是在台北是不支持的，所以说我们需要选择其他的，选择 GP2 SSD， 然后我们选择最小的8G 即可，然后我们再检查一遍 Key Pair Name， 我这里选择我之前已经有的，比如说选择台北的，如果大家没有的话，你可以创建一个 Create New Key Pair， 然后download 下载下的这个 perm file， 因为这个需要连接你的伺服器所用的。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已经创建好了。这个里面我看看它的 instance， 因为台湾的它的伺服器它是不支持最小的 T2.micro，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选择一个最小的吧，选择 2way CPU and 4GB memory， 选择这个即可。然后我们点击 Launch Instance，然后现在 AWS EC2 帮我们创建好了伺服器，你可以看到它很快之后我们返回到 Instance，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 running 运行当中，然后它分配了一个 IP 15.220.86.137， 然后这里我们给看一下它的 IP 地址是哪儿的 IP lookup， 比如说我进这里嘛，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在台湾台北，中华民国台北。你们可以看到我已经分配好了这个 IP 是不是？然后我们需要拷贝下来这个 IP， 因为我们需要连接。我们需要怎么连接呢？
首先我本地有个 key， 就是刚刚我介绍好了，你可以自己下载一个，也可以是之前的 key， 然后这里面连接点 SSH-I， 然后将下好的台北 PROM 然后连接，然后这里面是班图操作系统，然后 @， 然后将你的刚刚分配好的 IP 也选进去，然后我们点输入 return， 输入 return 之后，你可以发现它需要让我们是否确认连接，我们连接 yes， 现在伺服器就帮我们串联好了。然后我们需要，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帮我们分配好了，是不是？然后我们输入 sudo 速度 -i 就进入 root 用户嘛，然后我们不需要密码。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只需要一个命令即可安装 WireGuard， 这个命令是一个大神帮我们写好了，他是林大神。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这个比如说 shell 啦，如何安装啦，然后都是一体化的。所以说我将这个拷贝下来，这个命令我到时候会放到留言区里，然后你们大家可以去连接。你可以看到这个命令，不是这个，我再输一次吧，我记得应该是对。这是这个，我将这个连接输入 WGET 是下载的，然后大写的 O， 然后 WireGuard.h， 然后我们将这个链接 TTPS get .vpn setup .nice WG， 好，我们输入这个命令。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已经下载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直接输入 bash， 然后运行这个。他说，你是否想要连接通过一个 DNS name？ 这里面我们没有自己的，比如说域名了，我们直接输入 n 即可，就是 no。然后51820这个 port 是否是这个，我们输入 return 就是预设的即可。然后这里面我起个名字，比如说我叫崔东飞，然后我们这里就写入名字的就可以即可。然后预设的即可2就是 Google Public DNS。是否 ready continue yes。然后现在就伺服器帮我们创建好了。然后我们手机，比如说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展示如何用手机连接呢？然后我们这里需要下载一个 WireGuard 这个软体。WireGuard 软体之后，我们需要连接。安装需要一些时间。你可以看到现在帮我们分配好了这个已经配置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路径配置，然后还有这个 QR 图码，我们需要使用手机去扫码。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机，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机，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手机，然后我选择加号，然后去 scan 的 QR code， 你可以看到已经扫上了，扫上之后，比如说起个名，比如说 test， 是不是？然后我们 create， 然后我们现在就接下来连接这个VPN 服务，然后我们点击双击，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比如说配置啦，然后配置，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测试连接，其实目前肯定是连接不上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端口它并没有开放5151820，所以说我们需要到 AWS 后台去开启。比如说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这个 VPN 连接上了，但是网络进不去，你会发现它进不去。所以说你可以现在回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操作呢？我们需要返回到我们的 AWS，
返回到 AWS 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创建这个实例。我们现在点击实例，点击实例之后，我们需要点击 Security 安全，然后你会发现它这里面那个 Port 它只开放了22，所以说我们需要在 Inbound Rules 里面添加一个。我们点击 Security Groups， 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点击 Inbound Rules，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记住，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是 UDP 的，不是 TCP，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需要选择 Custom UDP， 因为它 WireGuard 是基于 UDP 协议的。然后我们这里面选择我们刚刚分配好的51820，这里面选择 IPv4， 然后这是预设的即可。然后我们点击 Save Rules， 点击 Save Rules 之后呢，然后大家来再回到我的手机上。大家回到我们手机上，能看到我手机是不是？看到我手机之后，你会发现然后我们需要点击 Pause， 就是暂停，我们再重启一下。目前你看到它这个底下这个数据，它是有走动的。为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手机，你可以看到现在12秒之前，它现在有数据资料在传输，是吧？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Where is my IP。你可以看到它地图是跳转到了台北，你看不看着？然后它的 IP 是 15.220.86.137。因为我这个摄像头吧，我不能近距离拍摄，因为近距离它发虚，所以说没买那个就是近焦镜头。你可以看到它的 IP 是 15.220.86.137。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跳转到台湾，是吧？这就是我们刚刚分配好的IP。现在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VPN 已经创建好了。然后呢，我们返回到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台湾的节点。如果不想用了怎么办？不想用了直接点击这个 Instance， 然后我们点击 Instance State， 然后直接删除这个镜像即可。一旦我删除了，这个伺服器就用不了了，也不收费。那今天这个影片就给大家来介绍如何自己在乌班图操作系统去部署自己的 WireGuard。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别忘了订阅我，然后留言、点赞。然后如果你有兴趣观看我的下一部影片是不需要自己配置，直接操作几个按钮就可以部署自己的 WireGuard， 而且还带 UI 界面，可以去看有多少个用户去连接。然后很高兴能分享这次影片，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